济公这位历史人物，一直是中国民间故事中颇具色彩的形象。虽然他是个和尚，但却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僧人的传统印象。他不穿正规的僧袍，手里经常拎着酒壶，还时不时吃着肉。他的言行与常规的戒律大相径庭，这让世人对他的行为产生了许多疑问，也让人一度认为他是个放荡不羁的僧人。然而，济公的这首禅诗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，世人若学我，如同进魔道”，正好解答了这些疑问，也让人对他刮目相看。欢迎来到修心之源频道，在身心灵的成长之路上，我们共同修行，不断探索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先点个订阅，自此修行不迷路。希望您种下智慧修行的种子，福德无量。诗中的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，并不是真正在提倡纵情享乐，反而蕴含着一种更深层次的修行智慧。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鼓励人们随心所欲，不拘小节。事实上，这句话揭示了佛法的本质：修行并不应该只停留在外在形式上，真正的佛法在于内心的平静与觉悟。济公以自身行为来说明，无论外在形式如何，心中真正的信仰和道德才是关键。但是，这首诗中的警告“世人若学我，如同进魔道”，则直接点出了误解它的危险。很多人可能会错误理解他的禅诗为提倡随心所欲，进而误入歧途。这首诗不仅是在描述他个人的修行境界，也是对世人提出的深刻警示：真正的修行是内心的修炼，而不是随着表象浮动。就像一句古话所说：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一切都应该从内在看待，而非只停留在表面。济公的禅诗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”，乍一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在鼓励人们不受戒律拘束，随意享受生活中的物质乐趣。事实上，这种误解正是他禅诗中所要强烈提醒世人的部分。从字面上看，“酒肉穿肠过”的意思似乎是在说，吃喝本身并不重要，无需过分在意戒律。但济公的真正意图是强调内心的修持才是根本，并不是说我们应该纵情享乐。酒肉这些东西只是暂时的，稍纵即逝。真正要留下的是内心对佛法的体悟，这才是永恒的。人们常常把修行局限于外在形式，比如戒酒戒肉、诵经打坐，觉得这些才是修行的标志。然而，济公的诗意在告诉我们，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修行的本质。就好比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人表面上做得非常正经，该做的仪式一个不落，但内心却可能充满了烦恼、怨恨，甚至贪欲。他们虽然在行为上看起来像是在修行，但实际上心里离真正的觉悟还很远。这就像人们常说的“挂羊头卖狗肉”，表面功夫做得再好，若内心不够清净，这样的修行也难有真正的成效。济公的禅诗同时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：修行是要有智慧的，不是模仿表面的行为。如果世人只是盲目的学他喝酒吃肉，却没有理解他内在的心法，那就很容易走偏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说“世人若学我，如同进魔道”。他以这句诗告诉我们，修行的道路上，并不是谁的行为都可以模仿，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修行的核心。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说，我们经常会见到有人仿效某些大师的生活方式，以为这样就能达到修行的境界。比如，有些人看到了某位大德高僧平日淡泊名利，吃得简单素雅，便开始极端化自己的生活，只吃清水煮菜，甚至刻意去过极端的苦行生活，却不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真正意图。修行并不是在于你吃什么、穿什么，而是在于你如何保持一颗平和的心，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而不动心。还有的人可能会误解济公的佛祖心中留是说，
只要心里有佛，外在的行为就无所谓。这种理解其实也是一种偏差。济公虽然在诗中表现出不拘泥于形式，但这不代表他认可放纵自我，毫无约束。他自己能这样做，是因为他内心对佛法有极高的体悟和觉悟，而不是因为他想纵情享乐。这就像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打着做自己的旗号，实际上却是在放纵自己的欲望，并不是真正的自我实现。济公的这首禅诗其实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，那就是修行的核心不在于外在的仪式感，而在于心灵的修炼。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小事入手，比如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保持平和的心态，或者在得失之间不为所动，这些都是真正的修行，而不是一味的追求表面上的清修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用来解释这个道理。有一次，一位富有的商人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禅师，希望能得到禅师的指点。禅师招待他吃饭，给他端来了粗茶淡饭。商人看了看这些简单的食物，内心非常失望。他以为修行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没想到竟然如此平凡。禅师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微微一笑说：修行不在于你吃什么，而在于你是否能够放下心中的执着。商人听后恍然大悟，这正是济公禅师所要表达的深意。修行不在于表面形式，而在于能否真正放下内心的执着。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外在环境，都能保持一颗清净的心，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。修行的关键在于内心的修炼，而不是外在的行为。最后，济公的诗中还有一层意思，修行的路上并没有固定的模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和节奏。有些人可能在诵经中得到灵感，有些人则可能通过生活中的困难来体悟佛法。我们不必追求一种标准化的修行方式，只要能够保持内心的觉悟，外在的形式就不再那么重要。济公的禅诗表面上看来像是一种挑战传统的语句，但实际上它蕴含着深刻的佛法智慧。修行的核心不是拘泥于外在形式，而是对内心的深入觉悟。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困难，正是我们修行的最佳机会，而不是一味追求表面上的清净或简朴。这首禅诗也告诉我们，修行并没有固定的模式，重要的是心中能够保持对佛法的信仰和坚定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常常陷入外在的形式，忘记了真正的修行在于如何处理内心的烦恼与困扰。无论面对何种境遇，我们都应该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应对。济公圆寂前留下一首禅诗，24字，道尽人生真谛，点醒无数人。济公的辞世颂：60年来狼藉，东壁打到西壁，如今收拾归来，依旧水连天碧。这首诗看似简单，言辞平淡，但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玄学哲理，揭示了人生的本质和生命的终极意义。通过这24字的禅诗，济公不仅总结了自己的一生，也为后人提供了思考人生、超越生死的智慧。这首诗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生的无常、困境的透彻理解，以及对心灵解脱的追求。我们可以通过深入探讨这首诗的玄学意蕴，将其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，进一步理解人生的本质和修行的意义。济公一生以疯癫的形象示人，被世人称为济癫。然而，他的疯癫其实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，是他对世俗规则的突破和超越。济公开篇便用60年来狼藉来总结自己的一生，这句话透露出对自身经历的坦然接受与一种自嘲的意味。狼藉一词看似贬义，实则含有深意。济公虽为僧人，但不守清规戒律，四处游荡，饮酒食肉，打破了人们对僧人清心寡欲的刻板印象。然而，正因为他这看似狼藉的一生，才让他得以深入市井，了解人间疾苦，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救苦难中的人们。济公的狼藉
其实是一种解脱，是一种不拘于世俗框架的自由，是对人生无常的深刻洞察。他一生追求的不是外在的名声或地位，而是心灵的自在和对生命本质的感悟。东壁打到西壁，进一步描绘了济公四处奔波、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，这也正是人生旅途的写照。世间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，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不变的。人们常常希望抓住一些看似可以依靠的东西，例如地位、财富或感情，但这些都是东壁打到西壁的象征，即无论怎样努力追求，终究还是会因为无常的变化而失去。人生就像一场漫无目的的流浪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时而平静，时而波涛汹涌。人的一生便是在这样的波动中打转。济公的生活表面上看来凌乱不堪，实则暗含着他对生命的深刻理解。一切皆在流动，一切皆为无常，如今收拾归来，依旧水连天碧，是济公对生命终极的理解和超越。经历了60年的人生狼藉，济公在面对生命的终点时，展现出一种归于平静、回归本心的状态。收拾是一种放下，是一种对过去所有纷扰和执着的释然。人生的最终归宿是放下所有的负累，回归内心的纯净。这就像诗中的水连天碧，是一种空明的状态。济公的诗句揭示了一种境界，即无论人生多么纷扰复杂，只要心境保持清净和宁静，就能如水天一色般澄澈。玄学中常讲心若无尘，即使外界变化莫测，也能保持内心的自在与通达。济公的智慧不仅在于他看透了人世间的虚幻无常，更在于他用这样一种平常心面对一切，用清净心回归生命的本源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人们往往容易迷失在追求名利和物质的过程中。济公的诗提醒我们，生活中的一切皆为暂时的，所有的成就和失败都是短暂的幻象。玄学强调道法自然，即顺应自然的变化，不刻意追求和执着。在现代社会中，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压力越来越大，很多人被迫陷入一种追逐成功的状态中，却忽略了内心的宁静和幸福。这种状态就像东壁打到西壁，总是在忙碌和奔波中，却始终难以找到真正的满足感。我们可以从济公的智慧中得到启发，适当放下对外在的执着，追求内心的自在。只有当我们学会收拾归来，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和欲望，才能真正享受到水连天碧的心境。济公的辞世颂不仅是一首禅诗，更是一种对生命和修行的阐释。玄学认为，人的一生是因缘所生法，即一切都因因缘而起，因缘而灭。济公看似荒唐的言行，其实正是对世俗法则的一种反叛。他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了因缘随缘的人生哲学。在实际生活中，很多人被世俗观念束缚，总是追求应当做什么，而忽视了可以做什么。济公的故事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修行并不在于外在的行为或形式，而在于内心的觉悟和解脱。修行的目的不是追求完美的人生，而是学会如何面对人生的缺憾，如何在困境中保持内心的平静。济公的疯癫表面上是一种反常行为，但实际上是他对世俗虚妄的深刻体悟。他通过打破常规的方式唤醒人们的善念和觉悟，帮助他们走出困境。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常常被各种压力所困扰，追求完美，追求成功，似乎成了每个人的目标。然而，这样的追求往往带来更多的焦虑和痛苦。我们可以从济公的疯癫中学到一种智慧，即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时，不必执着于解决问题的形式，而应学会以宽广的心胸、幽默的态度去化解困境。人生如梦，如露如电，所有的追求和挣扎，终究不过是一场戏，一场梦。真正重要的
是在这一场人生戏剧中保持内心的清净和自由。玄学中讲究无为而治，强调顺应自然之道，不刻意为之，便能达到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。济公的一生正是这种无为哲学的体现。他没有刻意追求世俗的成功或宗教的修行成就，而是以一种随缘的态度行走世间，化解人们的痛苦。他的狼藉看似无序，实际上是顺应了自然和内心的本性。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，生活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完美，重要的是在每一个瞬间保持心灵的自在，顺应命运的起伏和无常，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水连天碧，心若无尘。水天一色是济公这首诗的精髓所在。现代人往往被外界的各种欲望和压力所困扰，难以找到内心的宁静。济公的诗提醒我们，在追逐的过程中，别忘了停下来，问一问自己，这些忙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是否真正能带来内心的安宁和满足？通过放下对外在的执着，我们可以回到心灵的本源，体会到生命最纯粹的美好。这种心灵的回归，不仅仅是对生命的超越，更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肯定。济公的《辞世颂》虽然只有24字，却蕴含了无限的玄学智慧。它提醒我们，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成就，而在于内心的自在和解脱。我们可以学会放下执着，回归本心，在复杂的世界中保持一份宁静和清明。正如诗中所说的，依旧水连天碧。无论外界如何变化，只要我们能保持内心的清净，便能见到生命中最本质的美丽。通过这首诗，济公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，不必追逐外在的虚幻，而要回到心灵的本源，在心灵的宁静中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。济公的智慧不仅体现在他对人生的洞察中，也在于他以幽默自在的方式面对生命中的各种挑战。现在的社会节奏飞快，许多人陷入了无休止的追逐之中，追求事业成功、财富积累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。然而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往往忽略了内心的宁静和平衡。就像济公在《辞世颂》中所提到的那样，人生无常，所有的努力和成就最终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。即使我们拼命东壁打到西壁，也很难真正获得持久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这个道理在现代职场中的996工作制，每天早9点到晚9点，每周工作6天现象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。996工作制在某些行业，尤其是互联网公司中非常普遍。许多年轻人为追求事业上的成功，不得不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家庭生活。表面上看，他们努力工作，希望能通过高薪和职位的提升来实现人生的价值。然而，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模式下，不少人感到身心俱疲，逐渐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和意义。正如济公诗中的东壁打到西壁，再多的努力也无法改变生活的无常和现实的疲惫，结果常常是精疲力竭，心力交瘁。有一个真实的例子，是一位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小王。小王在一家知名企业工作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周末也常常需要处理工作上的问题。他以为这样的拼搏可以带来更好的生活和更高的社会地位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王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焦虑，身体也开始出现各种健康问题，比如失眠、胃病和慢性疲劳症。尽管他拿到了不错的薪水和升职的机会，但却感到越来越空虚和茫然。小王的情况就像济公所说的60年来狼藉，生活中充满了忙碌和混乱，工作让他的身体和心灵都陷入了一种不健康的状态。他不断地追逐外在的成就，拼命想要攀登事业的高峰，却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，不知道努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即使东壁打到西壁，
这些追求依然无法填补内心的空缺。后来，小王在身体出现严重警讯时，决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他意识到，不管事业多么成功，如果失去了健康和生活的乐趣，一切都是徒劳的。于是，他辞去了高压的工作，开始追求更平衡的生活方式。他开始注重休息和运动，花时间陪伴家人，并尝试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如旅行和摄影。慢慢的，小王感受到了久违的内心平静，发现原来生活可以有更多的美好，而不仅仅是工作和收入的追求。这种收拾归来的态度，正是济公在诗中所表达的如今收拾归来，依旧水连天碧的精髓。当小王放下对名利的执着，回归到生活的本质，他发现自己可以像诗中的水连天碧那样，获得内心的清明和自在。他的生活不再是东壁打到西壁的混乱奔波，而是回归到一种自然简单的状态。这个例子说明，在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力下，我们容易迷失在对外在成功的执着中，忽视了内心的需求。正如济公的禅师所示，人生的本质并不在于追逐成就，而在于如何保持内心的宁静，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心灵的归宿。即便我们身处纷扰之中，只要能收拾归来，放下不必要的负担，就能像那水天一色的境界一样，享受心灵的自由和平和。因此，济公的智慧不仅适用于古代，也对现代人有深刻的启示。我们可以从中学到，不必为世俗的成功而拼命，重要的是内心的自在和生活的平衡。真正的幸福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成就，而是能否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水连天碧。有缘的朋友，感恩你能看到这里。若今日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，请随手点个赞，以此回应，留下一句自在行，共鸣心灵。愿众生早日觉悟，平安喜乐，圆满自在。尚未订阅的朋友，欢迎点击右侧订阅，与我们结下更深的法缘。愿你随手转发，弘扬智慧，传播善行，功德无量，福慧双增。